欢迎大家来到开始推理吧体验版，我是推吧。在开始推理吧第2季正式录制之前，我们邀请了罗拉、王能能，就是巴啦啦能量。我跟他分手就为了跟你在一起，求求你们不要杀我吗？侯卓成、杨汝晴，你俩是侦探，别跑，我来了，别跑。王凯、胡明浩6位嘉宾来到推镇做客，进行试玩体验。一个3心2意的渣男。接下来就由我推吧和大家一起观看解说推镇新居民的精彩表现吧。让我们一起走进2004年的6月3日，是有着造星梦工厂之称的推镇艺术学院的大日子。他们正在举办为期3天的校庆活动，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优秀毕业生都到场出席。那么今天究竟有哪些 Superstar 来到现场呢？就有请现场的各位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可以吗？好的。来，首先有请阿凯。大家好，我是阿凯，电影界最靓的仔，我是票房的未来。等一下签名照给你们安排。大家好，哥哥姐姐们好。我是罗罗，目前就读于推镇艺术学院的1年级，我是班里最小的学生。大家平常都叫我森林里的金丝雀。我是推镇艺术学院音乐表演专业大2的学生汝晴，然后目前在音乐剧的圈子里小有成就。我是大家的推镇大2的一个艺术表演生能能。虽然我看起来不像大2的，是因为我从小游历了国外很多的地方文化在我的身上以及脸上留下了一些沉淀。我还是大2的一个学生，各位多关照哈，多关照。大家好，我是刚刚在推理乐坛呢取得了一些小成就的卓成。我是乐团的音乐制作人，还有兼乐手。大家好，我叫明浩，也可以叫我浩。How old are you 的浩，子乐团 rapper 的浩。想听 rapper 对不对？好听但不贵。出门左转，扫码缴费。耶、大家好，我是子乐团的团长，然后也是我们的主唱，也是我们这个灵魂 C 位。Hello， 大家好，我是谁见了都要说一声 respect 的 respect。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学长，推油品，大家也可以叫我 TYP。每年校庆前1天，推艺都会组织全校投票，选出代表最高荣誉的推艺之星。公布推艺之星是谁，也是我们校庆活动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台下就坐着2位拿到过推艺之星称号的同学。TYP 是1988年的推艺之星，卓成是2002年的推艺之星，汝晴也不负众望，成为了今年的推艺之星。汝晴，现在有什么感言想对在场的同学们说的吗？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祝福，能够获得本次推艺之星的荣誉奖项呢，首先我要感谢各位的认可。那希望明年和后年还是能拿到推艺之星，谢谢。好。但令人惊讶的是，去年的第1名胡杰，竟然是今年的最后1名。胡杰，他去年不是第1名吗？今年怎么最后1名了？不知道。而就在主持人滔滔不绝时，一个同学跌跌撞撞冲进了活动现场。哎呦！哎呦！哎呦！我在洗衣房看到有怪物。怪物！小肖，来，你快点把这个学弟扶到医务室休息一下，快！哦。这推艺怪谈呢，从1988年我读书起那会儿，学校里就开始流传了。但是，你们说哪个学校没有点离奇的传说呢？对吧？对。那个罗罗，来，你来给大家念一下。好。推艺7大怪谈。
不要随便开柜子，小心柜子里有浑身是血的人。不要轻易走进无人的琴房，小心那里传来夺命的琴声。不要在洗衣房逗留，小心看到面目可憎的怪物。不要盯着同学合照看，小心看到多出来的同学。不要忘记关宿舍门，小心床下有人跟你背靠背哦。不要白天进入夜间自习室，小心再也出不来。不要乘坐图书馆的电梯，小心去到不存在的人。没事的，同学们别害怕，我们不要让这些怪谈影响到今天我们校庆的好氛围。这样，我们今天的校庆活动就先告一段落，好不好？好。哦，不过明天是我们的音乐剧《推鹅湖》的演出，要参加演出排练的同学们，今天下午要抓紧时间好好排练，可以吗？好。然后现在大家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好不好？好。时间来到下午4点，要出演音乐剧《推鹅湖》的众位演员准时来到了小礼堂集合。排练啦！来了，哎，来了，准时。刚好没迟到呢。还有 respect。Hello。导演，我们到齐了的话，我们先确认一下大家演出的角色。我是咱们这部音乐剧的导演。我是剧里英俊帅气的王子，然后小雨。我是女主角白天鹅。我是男主角，来自神秘东方的大白鹅魔王。我是美丽的公主，我是金卡。我是王子，骁勇善战的毛毛雨王子。我是人称战神的王子大雨。我是小雨。大雨、小雨、毛毛雨，我这个辈分有点低。好吧，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彩排吧。好。哎，救我！救我！我就在柜子里。不是说不要轻易开柜子吗？谁在柜子里？那个柜子有人。好像听到了敲击声。有人吗？怎么开啊？这什么？那个，子道乐，子道乐。不要随便开柜子，小心柜子里有带血的人。这条推衣怪谈是真的。我这个彩排不了了，我要回宿舍。respect。开始推理吧体验版第1案，推证2004推艺怪谈之血柜疑云正式开始。现在是2004年6月3日下午4点10分。本案死者子道乐是子乐团的团长。经过初步排查，子道乐的死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而杀死他的凶手就锁定在阿凯、罗罗、卓成、明浩4人之中。在本案中，汝晴和能能暂时没有嫌疑，因此你们是本案的推探。2位推探在案发现场搜证结束后，将4位嫌疑人带来了动脑堂进行问询。哇！没想到死者竟然不止1位。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不仅死了1个人啊，除了子道乐以外 ，TYP 也死了。就是我们在小礼堂搜证的时候，突然灯就黑了，这个时候对面的琴房就传来了非常诡异的琴声。别吓人啊！这是钢琴房啊，琴房响了。你去
加油！我们在门口发现里面是没有人的，钢琴在自动的弹奏，然后能能就在屏风后面发现了 TYP 的尸体。TYP。你们是几点发现 TYP 死的？在我们搜证的时候，就大概是4点到4点半之间。我建议呢，大家先说一下自己跟死者的关系哦，看看有没有什么杀人的动机。子道乐是 TYP 的侄女，所以我跟子道乐姐姐关系还是很好的。TYP 的话，她算是我的老板，所以我跟她关系其实还行。子道乐是我女朋友，紫乐团的 CP 嘛。子道乐是我同班同学，然后跟他也不是特别熟。然后 TYP 就是我的一个学长，然后他把我签下了。制作人不是你吗？是，制作人是我。但你跟自己公司的这么头牌的一个艺人都不是很熟吗？你刚刚说。我本来是跟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在那个班级里有几个熟的，有几个不熟的，但是进了一个组合之后，我们是一个组合的。子道乐她也是我的学姐，但其实我们没什么交集。然后 TYP 的话是我的伯乐。看来第一轮大家都没分享什么信息啊。看来人物关系并没有为大家带来帮助。不过2位推探倒是在案发现场有所收获。推探们发现装着子道乐尸体的道具柜密封性极强，在打开柜门前完全不会渗血，因此推测子道乐可能是被杀害在其他地方，然后再被装进柜中转移致死。子道乐的致命伤是左侧颈的圆形伤口，但现场没有发现相关凶器。而在琴房里发现的 TYP 尸体平躺在屏风后的地上，身上没有任何伤口。根据其嘴唇呈现的深紫色唇色，推探初步怀疑 TYP 是毒发身亡。同时，推探还在现场发现了一张与4位嫌疑人相关的通知单，内容是3天前导演瑞斯拜给大家安排了不同的搬运任务，4个人要在不同时间将道具仓库中的一个指定道具搬到小礼堂。推探针对此通知对4位嫌疑人展开了问询，4人都回答自己按时把指定道具搬到小礼堂，交给负责布置礼堂的小人同学后就离开了现场。同时4人都强调自己全程没见到过 TYP 和子道乐。虽然艺术楼走廊的监控视频的确能佐证4人都按时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推探们还是通过观察监控发现了一些端倪。因为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本电脑，上面有着监控，都可以看到每个人，所以给大家放一下这个监控内容。对，因为我们会看到有的人他好像就落荒而逃了，就很奇怪。你们可以再解释一下自己的行为。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监控。先看一下，1点10分的时候，子道乐径直走向了左边。1点20分 ，TYP 出现了，他也走向了左边。2点的时候，阿凯就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仓库推出了一个柜子，他用时10分钟出来了。过了半小时，罗罗来了，推出了一个1.8米的，看起来比较轻松哈。一样的10分钟过，他跑了，我不知道他是惊恐的还是害怕的，他走路跟黄凯完全不一样。我只是着急出去剪刘海，因为要表演了。3点的时候，卓成进来了，你先往这边张望了一下，然后让你推个话，你推的比较慢哈。你看罗拉的推的并轻松，你还在这里停顿了一下。你这个有没有可能画上挂了一个人呢？这是我们的视角盲区。3点半，明浩进来了，明浩5分钟就走了。左边是有3个房间，右边2个房间。所以 TYP 有没有可能去的是录音棚啊？对，你其实不知道那2个人到底有没有见面，甚至在监控画面里，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作案手法把他的尸体是怎么运过去的。那我们只有2个猜测：1他在柜子里，2他在画背后。TYP 是被毒死的，所以说他是没有血迹的，没有血了吗？所以说，他可能也可以从画那边走过去。
然后还有一点，他们也可能是在那边被杀的。哪边？小礼堂？小礼堂或者是琴房。哎，你们确定就是监控里的那条路就是唯一有可能把他的尸体运过去的路吗？有没有可能其他的？这个监控是有个死角的，3号门拍不到，只能拍到2号门跟1号门。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尸体是从3号门出去，又从某个地方进了琴房或者小礼堂呢？你想想看，如果3号门出去，他就进不来了，因为1号跟2号都有监控看得到的。经过分析，大家认为子道乐更有可能是死在道具仓库附近，然后被藏在柜子里运尸到小礼堂，而 TYP 的死亡地点仍然无法确认。并且大家还提出，虽然子道乐的尸体是在柜子中发现的，但并不代表推柜子的人就一定是凶手。在柜子里的话，有可能是前面的人做完案之后再放到后面。对，其实可能搬柜子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柜子里面其实已经有一具死尸了。但4位嫌疑人跟2位死者到底有什么纠葛？通过问询，4个人的杀人动机也纷纷浮出水面。死者子道乐是明浩的现任女友，但2个人却是一对合约情侣。子道乐和明浩要将现实生活中的情侣形象延续到公众面前，共同经营金童玉女的形象，永不分手。合约中规定了，明浩永远不能跟子道乐分手，否则要赔偿巨款。最近，子道乐发现明浩对前任余情未了，而明浩的前任竟然是能能的现女友罗罗。啊！我已经不能再客观的做出评价了。能能看，这下面还有明浩写着：“你果然还爱着我，就像我一样。”你要相信我。所以你们2个之前在一起过？对。那你是什么时候跟他分手，然后跟子道乐在一起的呢？2003年的9月3日。所以03年9月你跟罗罗分手了。9月3号。然后03年11月你就又跟子道乐谈上了。对，是这样的。罗罗说他看到我像他哥哥，所以才跟我分手。没想到他分手之后，马上又找了一个新的，就是巴啦啦能量。给。所以就是当我就是非常生气的时候，这个子道乐就说他就来找到我说他注意我很久了，然后说对我有一些好感。然后我当时就想，你跟我分手之后，你马上找新的，歌也是有人要的，所以我就跟子道乐这么快在一起了。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子道乐已经发现了你喜欢我现女友的事情吗？我一定会让你后悔。我怎么感觉这话是你跟我说的呢？不是，我在。我创作完那首《咱仨的爱》以后，我就梳理清楚了自己的真心，我还是想选旧爱。本来我想主动提分手，但现在就是被他抓到了嘛，然后他就很生气，他怒斥我是一个3心2意的渣男，然后又听到我要跟他分手，就更生气了嘛。然后我跟他道歉，但是他不听，他说他只想毁掉我，所以他要把我踢出子乐团，并且让他舅舅来封杀我。2004年的5月30号，他接了一个电话，是他舅舅 TYP 打来的，然后我就听到他们在那边说，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要让一夜成名的他身败名裂。所以你是有杀人的嫌疑的，甚至你有可能杀了这2个人呀，因为你也恨他的舅舅。对啊。明浩因为听到了子道乐说我要让一夜成名的他身败名裂，就在校庆那天，而产生了杀子道乐和 TYP 的动机。然而事实上，这句话其实是子道乐对卓成说的。5月几号？5月28号。5月28日。跟他跟我打电话那天是一天是吧？对，而且说的话都一样啊。其实他是说给我听的，说给你听的是吧？所以有没有可能你误会了？
对，所以他可能并不是他误想会了，他是打电话说给我听的。哦，误会了，所以不是给他舅舅说，不是。因为卓成一直以来都想单飞去做民乐摇滚。是卓成的话，告别好自为之，我要飞得更高。然后他还把好自为之的糖浆给摔碎了，就是说明他们的2个人的糖是假糖。哦，就是我希望子乐团，我们除了情歌以外，我们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歌曲，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民乐摇滚元素，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乐曲嘛。民乐摇滚，我和你。对，而且我发现他们2个根本就没有把心思放在做音乐上，发现你俩的心思或者说这个团队的心思只是来炒 CP， 所以说我就很不屑。但只要子道乐不同意，卓成就永远要被合同绑在子乐团，而子道乐绝对不会放卓成走，因为卓成的创作才华是乐团的流量密码。因此，子道乐和卓成一直有着严重的矛盾。他告诉我说，如果我想解约的话，我是要付天价的违约金的，并且如果我要想单飞 ，TYP 是他的舅舅，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在人情的方面也能够战胜他。他只能告诉我，我只能听他的安排。所以你就一直要为子乐团付出写歌。是的，是子道乐威胁你。是的。这些都是被子道乐给破坏的。对，这些都是子道乐给撕碎的。这是他自己喜欢的歌。这暴脾气。2004年5月4日，子道乐把一张卓成杀人的照片发给了他。卓成才发现自己昨天在参加假面舞会时，因为含酒半步癫的病症，酒后失手杀了人，且什么都不记得，就是知觉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所以甚至不一定是你杀人了，是的，而是他们做了一个这么的现场，是的，做了个局。对，然后还跟我说，如果你不听我的指挥，或者说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这个事情给曝光出去，然后我就要受到法律的审判嘛。所以说我就没有办法。杀人的事一旦曝光出去，我这辈子就完了。这1个月就是我觉得这1个月过得特别漫长，每天都像踩地雷一样，就是步步惊心。不管什么时候，子道乐都会威胁我，就是随时用什么事来招呼我。从此，因为有了把柄在子道乐手里，卓成处处被威胁欺压。忍无可忍的卓成在一次活动时，背后痛骂子道乐，没想到被子道乐听见了。子道乐告诉卓成，要在校庆日让他身败名裂。那死的是谁呢？真的有人死了吗？是的。这个时候我是觉得我就是凶手，所以说我必须要听他的摆布，听他的命令。可以这样说吗？就是你喝完酒之后，你完全丧失了行动力。就是我完全丧失了任何的意识，我会做一些不可描述的危险行为。所以你也可能杀了人，有可能杀了人，有可能没杀人。所以说，因为图片摆在我面前，所以说我相信当时我就是凶手。他应该知道我想单飞，所以说他才用这样的这张照片来威胁我，让我不能单飞，一直帮他做事，帮他写歌。所以说有种可能，他是说拿合同来受限你，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编造一个杀人的陷阱来陷害你，双重的，是的方式来让你听他的话，不能傀儡。所以舞会那天死掉的礼服假面男到底是谁？卓成是否是被陷害的呢？很快，阿凯就给出了答案。大家在阿凯的相册里发现了一张他和礼服假面男的合影。在大家的询问下，阿凯说出了礼服假面男的真实身份。相片就是我跟我的一个朋友金丝猴，然后我们的一些美好回忆。他是阿凯在推漂时期认识的最好的兄弟金丝猴，也就是罗罗的亲哥哥。这个拍这个照片的场景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图片。因为这位酒会你也去了是吧？应该是同一天吧。就是我杀的就是金丝猴。对，所以说你杀金丝猴那天，阿凯也在。没有啊。我跟金丝猴我们感情一直特别好，然后那一天我就约他去吃饭，大概4月份嘛。今年4月份，阿凯在跟金丝猴聚餐时，送给了金丝猴一套礼服假面，并且2个人约定在5月25日再次聚餐。但金丝猴当天没有赴约，并且失联。因为他是一个特别重信守诺的人，所以他如果有事情来不了，他一定会提前告诉我。那天我一直迟迟等不到他。于是阿凯委托了推会查侦探社帮忙调查。
我就发现他就在那一天穿着礼服戴着假面出门了。然后我一心想，他5月3号戴着这个面具出门要去参加一个假面舞会，他参加那个舞会参加的是我们公司的。因为我那时候在赶通告，所以第2天才回来。第2天我就去问了 TYP 有没有见过戴假面的这个人，我拿了我们的合照给他看。TYP 说他没有见过，但他说的就是很支支吾吾，我就感觉他有什么在隐瞒我，你知道吗？因为就做贼心虚的感觉，你能感觉出来，我演了特别多部这种贼的作品。也说自己吗？就很有经验，所以我演我自己，就是有偷感。这个人一出来就像，所以他有没有在撒谎，我能感觉出来。然后那一天，因为我从他嘴里面得不出任何答案，我就去请了一个侦探社帮我调查。然后5月30号，这个侦探社就给了我发了这些照片，然后他们说金丝猴有去找过 TYP， 他们还产生了争执，然后 TYP 把他杀了。那他把我最好的朋友杀了，我肯定要让他血债血偿啊，对。所以你是有动机杀 TYP 的？是的，对。我洗白了。什么？你怎么就洗白？你怎么就洗白？你对子道了的这个杀机还没有洗白啊？是的，是的。但是我能确定这个我不是杀人凶手。阿凯的相册揭开了礼服假面男的身份。而罗罗也有一本珍藏已久的相册，这本相册里藏了多少秘密呢？第1张大头贴呢是我与好 gay 们的合照。对我的好 gay 们。然后大头贴里面有罗罗跟这个是我。啊？这不是你吧？是不是我？对，这不是你。没事，慢慢翻，还有呢。不止一个 gay。哦，这是名号。对。哦，这个也是我。哇。哦，这个是我。这是他跟 gay 们的相册。这是你。这能。因为这是真的。哎，第一个是谁呢？哎，那第一个真的是他哥哥金丝猴。对，金丝猴。哦，这金丝猴。金丝猴啊，对，对，他是我好朋友。不太记得了吧？你好朋友都不记得了？你好朋友你不记得？他可能美颜了一下。那为什么你要把他们3个的合照放在这一本里面呢？因为，就是我有很多个好哥哥。但是我心里头最爱的还是我自己的那个哥哥。我平常都不用做什么事情，在家里他都会照顾我。我们是单亲家庭，他很早就已经接过了家里的重任，所以你才会看到他去跑龙套，因为他想要让我在推正艺术学院学得更好。为成就自己的梦想而努力，他就默默在背后支持我。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像明浩哥哥是我之前的对了前男友，所以我还是有保留我们之前拍的大头贴。那当然，我现在最爱的还是我身边这个能哥哥啦。那这个就是我跟哥哥们的相册。为什么买这么厚一本只放3张？慢慢来以后可能一起来。还有更多的哥哥呢，还有800个好哥哥，后面还有很多，没事。赶紧没收这个相册。亲哥哥金丝猴对罗罗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紧接着，一对他们兄妹独有的吊坠也让罗罗的杀人动机逐渐清晰。金丝猴的专属吊坠上沾染了血迹，在大家的问询下，罗罗终于告诉大家他视角下事情的真相。5月初，罗罗和子道乐在假面舞会上亲眼目睹了 TYP 杀了人。当时我和子道乐姐姐正好在拍照，然后我发现他们吵得很凶。过了一会儿，居然 TYP 把这个人给杀害了。由于当时那个人戴着面具，罗罗并没有认出他，甚至还在威胁之下跟子道乐一起帮 TYP 处理了尸体。直到5月末，罗罗发现自己没有收到哥哥打来的生活费，去找哥哥时，发现哥哥5月3号穿着礼服假面去参加了舞会。我心想，那套衣服不就是我那天看到的
那个戴面具的男人吗？难道我亲手把我哥给埋了吗？罗罗怀疑当天被杀害的就是哥哥，于是赶紧刨坑挖尸，尸体上戴着的金丝猴专属吊坠，让罗罗彻底确认了死者就是哥哥的事实。那具尸体上戴着那个手串，就是我哥哥的金丝猴手串。闻的时候心如死灰，我就知道说，原来 TYP 是杀了我的哥哥的。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也非常的难过。对，就想去报仇，很想，但是我是怂蛋。你都敢把他埋了，你是怂蛋？没有，因为我是在子刀了的威逼利诱下，我没办法，我现在只能靠这个 TYP 的公司才能够出道，我们都被他给裹挟了。好。接下来将进入 X 确认环节。在本期节目中，作为凶手的玩家都将面临 X 的考验。如果真凶玩家在考验中取得成功，则他可以在2位推探之中选择一人进行黑化。我的眼睛就是尺啊。那么开心，被同化了，开心的当了 X， 咋会这么开心的回来啊？你看他这个表情100%啦！我跟你说，他这表情有什么问题藏不住的。到底是欲盖弥彰的辱情，还是偷偷藏不住的能能，或者本案根本没有 X 呢？先卖个关子，我们继续看下去。离开动脑堂后，好，走吧。2位推探带着大家来到了 TYP 露营区，寻找更多线索。这里就有哎。推证日报。他们在一张推证日报上发现了一则跟阿凯有关的新闻。一个龙套演员表阿衍因为连续过度劳累工作而猝死。表阿衍生前是3推影帝阿凯的忠实粉丝。大家推测这个表阿衍或许跟金丝猴的死有些关联。所以我理解这个表阿衍就是你哥金丝猴。我觉得有可能是表阿衍是我的哥哥，因为我并没有真正的看到那个被 TYP 推倒的人是不是我哥，我只有手串还有那套服装，我能确定。但是像我哥不是你亲自埋的吗？你有可能是他中间因为换了。我太害怕了，所以我当时根本没有办法去翻开他的面具。但是你挖的还是同一个地方？对，我挖的是同一个地方，但是我只挖出了手串。哦。紧接着，大家试图打开 TYP 的电脑，却被锁屏密码拦住了脚步。如果1加1等于7的话，1等于3.5。那接下来就是5.5。那5.5加5.5 11，不对，先坐一会儿。是7896吗？因为 0加1是9，然后1加0应该就把它翻转一下，所以应该是6。
然后再把 0加1等于9和1加0等于6相加，就是有0加0加1加1等于15，再减去第一个1加1等于7，所以得出0加0等于8。试一下吧。哇哦，真进来了，真棒，阿凯！真棒，凯凯！不愧是学霸，不愧是阿凯。打开电脑后，大家看到了阿凯粉丝贴吧。表阿眼经常在这里留言，一旦他在网上表达自己有多辛苦。阿凯，我听了你的话，最近拼了命的努力，我现在每天都最少跑10个组以上，又是打戏又是水戏又是火戏，可我好像身体越来越疲惫，状态越来越差，连死尸都快演不好了，我快要坚持不下去我的演员梦了，成功真的离我好远。就会被阿凯抨击是他不够努力。不要总想着好累想放弃，你有没有想过没有成功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表阿眼在阿凯努力学的灌输下，连续工作直到猝死。一名叫表阿眼的龙套演员因为过度劳累而猝死，但阿凯却说自己对这些事毫不知情。你现实生活中见过他吗？我没有见过呀。那你为什么一直叫他努力？当时自我介绍不是粉丝很多嘛，他给我弄了一个粉丝推吧，对，是在公司在管理，所以这不是你说的话。对，公司在管理，我肯定不会说他不够努力，这多伤人心啊。因为贴吧账号是公司在管理，大家立刻回忆起那张威震日报，在一篇 TYP 的专访里写了他的人生信条：如果你还没有成为 Superstar， 一定是你不够努力，所以一直用努力学教育表阿眼的人是 TYP。另外，大家还发现5月31号 TYP 的 QQ 空间 ，TYP 就在自己的 QQ 空间提前预告了自己的校庆日 OOTD， 并且4位嫌疑人都浏览过。哎，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访客吗？我们都访问过了。随后，罗罗告诉大家，自己当时埋尸的地方就在附近的花坛里。我当时埋掉那位不知道是不是我哥的人，就在这下面。大家决定将尸体再挖出来检查一遍。那我们现在再把它挖出来看，确认一下吧，因为当时我实在是太害怕了。哎，我碰到东西了。哎，有了！哇，面具！ Oh no！ 这是我买的礼服，你买的礼服送给他的？我送给他的。就是这件是吧？你确定？对，衣服是一样的，这个面具也是一样的。他的致命伤是在他的头部。哦，真的有，这边后面有后脑勺有致命伤，血。哦。啊！他把他的脸打开了。所以面具之下这个人是毁容的，感觉被烧掉了你。埋了大概今天是6月4日，1个多月了，应该是尸体正常的腐烂，正常腐烂了，所以也没有办法识别了。看一下他的口袋有没有一些什么东西，特殊的东西。我好像摸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上面有一个使用指南录音笔。安装好电池后，长按播放键开机，开机后先按播。它是没电了吗？这个没电了吧？我们要找个电池换一下那个。走吧，去买个电池。推艺小卖部。电池，这的电池在这儿。开机了，然后先按播放键。QQ 邮箱号是376-1068-0453@qq.com， 密码是 WOSHIMAXIXIXI， 我登上了，不会忘了。发件人阿凯，收件人金丝猴，每月倒数第2天给他打1000块就好，从今天起一切就拜托给你了。可是这很奇怪，这是阿凯发的，阿凯这个发给金丝猴。所以我觉得阿凯是你哥哥吗？不是，金丝猴是我哥。那你要看发件人。对啊，你看发件人是阿凯，但是那个钱来源是阿凯。他们会不会是身份互换了？难道你是我哥？
我确实是金丝猴。你就是我哥？是的，我是你哥哥。我前面不是说了有一个欠条那件事件，对吧？我从02年3月份开始跑龙套，然后那一天我就想找 TYP 娱乐公司的辅导，请他吃个饭，问他能不能给我一些就是有台词的角色。然后他呢把我灌得特别醉，等到第2天我发现，在不清醒的状态下签了一张这个欠条。欠条那件事件，但我跟阿凯的人生也因为那一个个事件发生一些转变。具体是发生在7月14号那一天，当时是金丝猴爆改成阿凯的模样，就想要替他抢回欠条，帮他去讨回公道。然后那一天呢，正好阴差阳错，我们 TYP 他看上了我，要让我演男主角。如果告诉了他我卸妆后其实就是金丝猴，我怕我失去这一切，因为我不想跑龙套和做那些没有台词的演员了。所以当时我就想着先直接签约，然后签完约以后，我就想着回去跟阿凯说，然后问他能不能帮我。但是没想到阿凯他非常的愿意，但后面就是具体的发生，就是大家知道那样。7月14号以后，我跟阿凯就完全互换身份了，我们完全就是每天要爆改。我们跑龙套期间，他教了我很多技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爆改，以假乱真，然后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哦，所以你从那一天起，就每一天在爆改阿凯。对，后面他就发生意外了，所以我很难过。我当时是看到 TYP 和一个穿着就是这个假面礼服的人在那边推来推去，后来 TYP 把假面礼服推到石头上摔倒了，然后就有了这具尸体。所以那天 TYP 推倒的应该是阿凯。TYP 有勒令我不要声张这件事情，所以TYP 和阿凯是无意间推搡，所以才死的，并不是有意的，误杀了。对，算是误杀了。鸡皮疙瘩起来了。什么事情？去看一下。走。有人，感觉有人。好像是这边传来的。这边吧。洗衣房。血脚印。Oh my god！ 洗衣房里面有推艺怪谈。我不信。鱼翅。